是小云，这是一个专门分享生活知识和个人经验的频道。住在这个乡村小镇，我觉得我自己是非常幸运的。尽管我在这里的生活非常的安静，也非常的渺小，充满了很多普通的活动，但是我并不感到寂寞或是无聊。当然啦，有很多事情在大城市里可以轻而易举的完成，在这里可能就没有办法了。但是也有很多事情在这里可以体验到的，在大城市里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了。今天要和大家分享我在乡村小镇的生活里学会了什么，也得到了些什么。我们住在农场和森林的附近，当我们不上班时，我们一天就从这里开始，在这里慢跑或是骑自行车。荷兰夏天的早晨都是凉爽和安静的。这些农舍都是农民们的家和他们工作的地方。我们在这里可以买到新鲜的鸡蛋、奶酪和牛奶。每次在我心情烦躁和郁闷的时候，我都会骑自行车来到这里，望着这整片绿绿的草原，心情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疗愈了。在这里还有马、牛、羊的相伴，万物皆有灵，每一种动物都有灵性。我们每一次都会和他们打招呼，他们都认得我们，都会愿意让我们去摸他们。他们既热情也很淘气哦。眼前这一只白色黑点马，它之所以转身，是因为它在朝我们的方向放屁。我们在想，连褐色马都看不下去了，都将它推开了。这应该出乎你们的意料，对吧？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夏末，在你们眼前这些四方形的黑色大袋都是这些动物的冬天粮食。天气寒冷的时候，这些动物是很少有机会在这草原上活动的，大部分的时间它们都是被关在室内的。这里的农舍都有上百年的历史，最少都在300年以上。有一些农舍还保留着他们原来的外貌。从这些农舍的高度、窗户和门，我们大概都可以知道，古代的荷兰人都比较矮小，是在18世纪之后，荷兰人的身高就变得越来越高了，全因为牛奶、奶酪和睡眠。所以如果你们想要有荷兰人的高度，就要多喝牛奶、多吃奶酪和多睡觉。现在很多孩子都不愿意继承家业了，不愿意干农活，很多都已经离开了这里，到另一个城市去谋生，又或者是直接改行，然后把农舍改造成了别墅。在小镇生活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所有东西都在附近，走路都可以到达。在这里生活这么多年，遇到堵车的情况，真的扳着手指就可以数清楚，也没有快生活节奏所带来的压力。我想这也是住在乡村小镇的另一个好处吧，乐得清闲。这家酿酒厂也在我们家附近，我非常推荐它。他们家酿的啤酒是真的非常好喝，尤其是他们家的Hazy Pale Ale，可以尝到果香味和一丝丝的甜味。眼前这个摆盘算是荷兰的传统下酒菜，奶酪绝对不能少。住在小镇里的其中一个遗憾就是无法找到美食，在这里没有火锅餐厅，没有粤式的点心料理，说了你可能会不相信，这里连肯德基都没有。这就是其中一个在大城市里可以轻而易举完成的事，在这里就完全没有办法了。我喜欢吃这家印尼料理，但是只可以外带，不能堂食。它的 concept 和马来西亚的杂饭一样，这家店的老板 AKA 厨师来自印尼，所以食物的味道比较地道。还有的就是住在这小镇的人都比较热情和友善。Kabar baik. Kabar baik. Di sini banyak yang dari Malaysia, dari Thailand, datang dari Maroko, Turki. Sangat banyak. Sangat banyak ya. Ke Nederlander ya. Ya. Sudah berapa nama sini, Bang? Apanya? Sudah berapa nama sini? Ini warung? Saya 30 tahun.
30 tahun. And this is warung 17 years, 17 tahun. 17. This is warung, we toko. Toko 17. Ya, Sudah sangat lama lah bang. 17. 17 tahun, 17 years. Bang abang masak ke Masak chef di sini. masak? Ya. Abang masak? Masak ya sama teman sama family. Wah. Berapa anak? 3 anak 3 anak sudah besar-besar. besar, umur 24, 22, and 17. Abang can retire lah bang. Apa aja? Pension. Pensiun.有一件事情也是我来到这座小镇才见识到的，就是菜市场的婚礼。荷兰人的婚宴和华人的婚宴差别非常大。荷兰酒席一般只邀请直属家人，在邀请函上他们都会指明我们只是被邀请去招待会还是晚宴。如果没有受邀参加晚宴，一定要在招待会结束之后识趣的离开。即便是这样，荷兰人也不会觉得没有面子，就是自己过得开心就好。在我们生活的小圈子里，我们从来都没有太多的选择。当我们常去的地方，总记得我们点的东西总是会带着微笑。我们可以独自一人坐着，喝着咖啡，观察今天的天气。说真的，没有谁会去搭理你，也没有谁会去评判你。我想在我的情况，这是真实的生活，每天都过着非常简单的生活。当然了，我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把他们的生活搬离大城市，也不是说忙碌高效的生活不好，毕竟我们也无法满足每个人对我们的期望。不管我们是住在大城市还是住在乡村小镇，我相信我们都是通过我们的行动和决定来创造我们生活的意义。你们同意吗？好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我是每周与你分享生活知识的小云。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请给这个视频点赞、留言、分享、转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I know you told your friend you're not okay, and 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 Guess you're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 But I've known you too long,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ay as you fade away. As you fade away.